男人目送妻子坐上香香车，接着又悄悄擦了擦手汗，不料妻子早就发现他的异常。我认识一个老中医，能治体虚，需要的话我可以推给你。不用了，我身体很好。好吧。陈嘉欣无奈耸耸肩后，便前往公司上班。我这明显是紧张手心才出汗好吧？什么体虚老中医，真离谱。谁知下一秒，老妈的一通电话让他更加懵逼了。叶凡，你竟然敢放相亲对象鸽子，你小子活腻歪了吧？等会儿老妈，你说我今天放相亲对象鸽子，那和我领证的那位是什么情况？饥不择食？倒也不是饥不择食，陈嘉欣是个雷厉风行的女人，她觉得反正都是随便找个人过日子，和她眼缘就好。原来早上6点，叶凡被老妈电话通知，不情不愿来到咖啡馆相亲，谁知又等了大半个小时，在听到每月3万块零花钱后，心里的那点怨气瞬间消散大半。叶凡做完自我介绍后，陈嘉欣发现自己搞错相亲对象，但她对叶凡的第一印象还不错，于是没有挑明。结婚后我主内你主外，合适的话2年后我打算要个孩子，彩礼你看着给，车房我都有，零花钱1个月先给你3万吧，要是表现好在家，有什么不满意的可以提。没有。好，我叫陈嘉欣，27岁，星海公司的总裁叶凡。实话实说，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？长得漂亮还有钱，这辈子我都没想过能和你这样的人扯上关系，我挺满意的。陈嘉欣被叶凡的实诚搞得有点不好意思。那我们现在去结婚？好啊。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，叶凡也是率先体验一把新政策，拿着个身份证就把事给办了。老妈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但我已经结婚了。儿啊，你不会遇到骗婚了的吧？他应该比我有钱，还是个公司高管，网上搜陈嘉欣就能搜到。叶母匆匆挂断了电话，片刻后，叶母就发来了几段60秒的方阵。陈嘉欣是个好女娃，你要好好对她。我和老叶过段时间抽空过来见见儿媳妇，顺便和亲家商量一下结婚的事情。妈，婚礼的事先不急，陈嘉欣现在正在事业上升期，不能分心。行，让我们过去看看，总没问题吧？当然。答应好父母后，叶凡才后知后觉地想起来，他好像还没问过女方的意见。打个电话问问好了。另一边的陈嘉欣刚回到星海娱乐公司就召开会议，讨论最近爆火的小说《炎帝》版权改编一事。我给你们时间了，对吧？你们也向我保证了，没问题的，对吧？一个体型稍微有些发福的中年男人被推了出来。陈总，我们已经尽力去争取，可到现在那位作者还是没有回过我们私信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其实到现在还没有联系上他。陈嘉欣的语气平淡，表情也没有变化，但谁都能听出这句话中的怒意。这时，一个坐在会议桌角落的男人突然开口，将所有人的注意都吸引过去。陈总，可以让我试试吗？这家伙谁啊？陈总，他是新上任的美术部长万永旺，因为您说要将动画组能动的人都叫来，我就把他也叫上了。万永旺，你应该知道说大话的下场吧？我女朋友的同学也是写小说的，小说作者应该也有自己的圈子，让他去问问，说不定能和那位搭上话。陈嘉欣还想说些什么，叶凡的电话刚好打过来，于是将质疑的话咽了回去，起身道：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，下周1我希望能听到好消息，散会吧。说完，彭嘉欣大步离开了会议室。喂，怎么了吗？你周1有时间吗？我爸妈想过来见见你。都把人家儿子拐去结婚了，见一见当事人也是应该的。通知所有人，会议推迟到周2。是。没事的，你下班了再过来也行。明天周末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买一点给爸妈的礼物，我不太懂他们的喜好。好。又简单的聊了几句，确定了明天碰头的位置后，彭嘉欣挂断了电话。助理有心打听这位老公是何许人物，但挂断电话后的陈嘉欣再次变为了工作模式。星海公司作为一个新兴公司，可不止一个动画部门需要总裁操心。另一边，万永旺在离开会议室后，立马拨通了自己女友的电话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那个前男友辞职了后再写小说，对吧？老公，我和那家伙真没关系。我知道，你那晚都见红了，你们能有啥事？万永旺没有过多讨论这个话题，你就说是不是吧？对，他是在写小说，为了这个才辞职的。怎么了吗？你去问问他认识那个写炎帝小说的作者吗？我找他有急事。行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吕春娇没听清多少，但从郭玉儿急切的解释中猜到这事肯定与叶凡有关。叶凡那家伙又去找万永旺了，他怎么就不死心呢？吕春娇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她不知道叶凡其实是穿越者。这里娱乐文化稍低，但其他方面与前世相似。他果断辞去月薪2800的工作，全职写作，凭借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一书，实现了财富自由。而原生干的却是舔狗货。从高中等到大学毕业，在毕业前夕目睹心爱的人坐上豪车副驾，却仍旧不愿放弃。对方甚至在接吻时也不愿使用他送的口红，给他一点参与感。在得知郭玉儿与万永旺交往后，多次找到万永旺，提醒他注意郭玉儿的特殊日子和饮食偏好，表现出极度关心。万永旺对此表示十分费解，并拍了下郭玉儿的翘臀。郭玉儿娇羞地拍了下他的胸口。后来为了支付房租和购买礼物，每天努力工作，终于某天在买礼物途中，他突然倒下，永远离开了人世。你也别这么说他，凡哥哥是个好人，也就是你心善。月儿，换别人来谁还愿意理他？你说我这次要是主动联系他，不会又让他误会吧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你是为了男朋友才联系他的不是吗？吕春娇帮助郭玉儿说服了自己，她熟练地从黑名单中找出叶凡的电话，打了出去。您
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郭月儿没有被人拉黑过的经验，她还没有反应过来。怎么他的电话一直在通话中？我试试。吕春娇打了过去，没一会对面就接通了。两人都愣了一下，他们都意识到了一种可能性，一种微乎其微的可能性。喂，谁啊？听到叶凡的声音传来，吕春娇回过神，眼神复杂的看了眼身旁的郭月儿。是我，叶凡，我和月儿现在在万亿广场逛街，你赶紧过来一趟。正在码字的叶凡闻言，疑惑的看了眼手机。谁啊？说话这么冲。吕春娇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前身女神的好闺蜜嘛，怎么把你给忘了？他小声嘀咕了一句，随后挂断电话，拉黑一条龙。明天要陪老婆逛街，得多码点存稿才行。叶凡继续闷头码字，全然不顾此刻已经气炸了的两女，还有挂断前那一句怎么把你忘了，更是听得清清楚楚。他怎么敢的啊？这混蛋把我也拉黑了。春娇，你的意思是我被凡哥哥拉黑了？也有可能真的是他在忙呢。月儿，你不要多想，他肯定是有事在忙才会这样的。郭月儿得到想要的答案，松了口气。追了我7年时间，他可是说过非我不娶的，他肯定舍不得拉黑我的。我们午饭吃什么？火锅吧，好久没吃火锅了。行。两人默契的回避了这个话题，也没人提起要再打个电话试试，继续逛起了街。另一边，叶凡码完字后，掏出手机给自己的便宜老婆发去短信：下班没？我刚结束工作，要不要一起吃点？可以啊。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去买。你还会做饭？要是吃不习惯的话，咱出去吃也行。买回去吃吧，尝尝你的手艺。陈嘉欣点了几道自己爱吃的菜，又说明了一下自己的口味。她是打算认真发展这段婚姻的，所以也没有和叶凡客气的意思。收到。接着，叶凡又发来一个地址，这是我家，你要是到了，我还没回来，门口地毯下有备用钥匙。好。陈嘉欣回家洗了个澡，换了身衣服后，才驱车前往叶凡给的地址。叶凡住的小区算是苏城的老小区了，小区内还有个小公园，专门给老人家们进来打发时间。看到叶凡开开心心的出门，没一会就提着大包小包回来，老太太们议论纷纷，家里要来人了。你这不废话吗？他一个人能吃这么多东西？我是说，来的可能还是女人，而且很有可能还是他的女朋友。细说。老太太们头头是道地分析了起来，只不过这个话题没坚持一会，就转移到了别的东西身上，比如这辆突然停在他们面前的豪车。婆婆，你们知道15栋在哪吗？直走左转到底那栋楼就是。谢谢婆婆。不客气。老太太们目送豪车离开，他们都笑眯眯的。哎呀，现在的有钱人可真有礼貌。那可不好说，刚刚那个女娃可能只是少数。一句话再次引出了一个话题，众老太太又围绕着当今社会贫富问题讨论了起来。叶凡拿出新买的粉色拖鞋，放在彭嘉欣面前。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，就看着买了。你先去客厅坐一会儿，菜马上就好。说完，叶凡连忙跑向厨房。我势必要树立在老婆心目中的伟大形象。陈嘉欣捂嘴轻笑，虽然才第2次见面，但她确定了自己真的不反感和这家伙相处。换上拖鞋，陈嘉欣走进了这间小屋。叶凡的家倒也不大，甚至于他家的厕所可能都要比这间房大一点，但这里处处都透露着生活气息，给他一种这才是家的感觉。无论是客厅摆放的绿植，还是沙发上的那一滩橘黄色液体。等会，什么玩意？彭嘉欣愣了一下，走近一看，是橘猫啊。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好奇地打量着他。叶凡，你还养猫了呀？它叫星星，我从楼下捡的，你可以抱抱它，不过它可有点重哦。叶凡捡到这个小家伙的时候，他还骨瘦嶙峋的，这才不到1年，就进化成一辆微型巴士了。这家伙一天到晚不是吃就是睡的，日子过得比我还舒坦。陈嘉欣试探性地摸了摸星星的脑袋，见他不反抗，立马开心地撸起了猫。他其实还挺喜欢小动物的，但因为上班太忙没时间养，没想到娶个老公回来还有这种意外之喜。没事，星星过来这里。叶凡炒菜的动作一顿，转头看向弯下腰在逗猫玩的彭嘉欣，他的脸上是发自内心的笑容。注意到这一幕，叶凡很可耻的心动了。他本以为公司老总什么的都是高高在上，车接车送，歪嘴战神之类的，但这位看似强势的女总裁，私底下却和平常人没什么区别。今天是自己开车来的，也没出现什么嫌弃房子小之类的剧情。果然，肥皂电视剧什么的还是要少看一点，都形成刻板印象了。吃饭喽！来了。陈嘉欣不舍得放下星星，小家伙软软的，乳哇起来可真舒服。我也是第一次烧这个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看着就好吃啊。陈嘉欣没有说谎，这一顿饭两人吃的都很香。吃饱喝足后，陈嘉欣突然说道：对了，你银行卡号给我一下。给你转零花钱啊，忘了。叶凡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了2个字3万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又听陈嘉欣说：算了，直接走支付宝吧，号码是同一个的对吧？下一秒，他兜里的手机就响起了那句经典名言：支付宝到账3万元。
身为炎帝的作者，叶凡其实不缺钱，但谁又会嫌钱多呢？更别说这还是自家老婆给的零花钱。他迫不及待的在书友群里炫耀起了老婆给自己发的零花钱，群里的问号直接刷屏。陈嘉欣则是坐在身边专心撸猫，时不时接个工作电话。两人之间虽然没有刻意交流，但气氛一点不尴尬，甚至有种莫名的和谐。你平时晚上也都这么忙吗？倒也不是，星海的规矩就是下班时间不工作，但他身为老总，想一点是没有是不太可能的。提起工作，陈嘉欣突然想起万永旺说的那套歪理，于是抱着侥幸的心态开口问道：我记得你说你是小说作家对吧？怎么了吗？你认识炎帝的作者吗？炎帝的作者？陈嘉欣眼中带着期待，期待自家老公能再次给她带来惊喜。当然，她也清楚像炎帝这样的头部作者，和她家这位靠写小说谋生的老公，大概率是扯不上关系的。认识啊，就在你面前坐着呢。叶凡好奇地看着陈嘉欣，不知道她找自己要干什么。我理解，毕竟是……等会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认识他。见陈嘉欣的反应还挺有趣的，叶凡当即决定逗逗她，先不告诉她自己的身份。你找他有事吗？陈嘉欣还没回过神。抱歉，你真的认识炎帝的作者吗？和他还挺熟的。陈嘉欣强忍着激动，接着问道：那你能帮我联系一下他吗？我想和他聊聊炎帝改编的事情。叶凡有查过陈嘉欣的星海娱乐公司，知道他的公司有涉及改编小说的部门。行，等会儿我去问问。谢谢老公。陈嘉欣笑盈盈地朝叶凡抛了个飞吻，早上还苦恼要怎么办的事，到叶凡这突然就出现了转机，他是真的开心。可叶凡的脸却肉眼可见的红了起来。有人。对了，明天给叔叔阿姨买完东西后，能不能陪我回家一趟啊？行。我爸妈看到我发的朋友圈了，强硬要求把他们女婿带回去一起吃顿饭。陈嘉欣将自己的手机屏幕转向叶凡，数不清的点赞下，第一句评论就是陈父的问号脸，下面紧跟着陈母的一句：快把女婿带回来给我看看。很显然，陈母也不是很在乎陈嘉欣相亲认错人这件事，她只要自己的女儿能嫁出去就行。我刚刚和他们聊过了，他们说等叔叔阿姨来了，我们双方在一起聚一聚。在此之前，你先回去让他看看。陈嘉欣不好意思说老妈的原话，想了想，还是选择换了个说法：赶紧把我女婿带回来，让我稀罕稀罕。行，那我晚点和爸妈也说一句，那个叔叔阿姨都喜欢什么啊？明天逛街的时候，我给他们也买点礼物。我爸喜欢喝点小酒，明天去我家的时候，楼下随便买2瓶二锅头就行。二锅头是平时小卖店里卖的那种吗？我妈就不用了，你这个女婿能过去，就是给她最好礼物。此时，苏城最繁华的别墅区中，陈国军，苏城的传奇人物，白手起家打造了一个商业集团，在苏城商业圈混的，可以说没一个不认识他的。你说说他，一声不吭的就结婚，还不和我们说，成何体统？也不知道不好意思叫女儿把女婿带回来，让老婆帮忙开口的是谁来着？白梅兰，一位保养得当的中年妇女，50多了，看着还和30几岁差不多。说到底，女儿这样还不是被你宠出来的，你要怪也只能怪自己。我这不是担心他找了个坏人吗？小肖那孩子我觉得不错来着，至少得让2人见一面吧，万一欣欣就回心转意了呢。这件事我不管，要说你去说，今天要早点休息，明天才能以最好的状态见女婿。等会呀，老婆，你要不帮我提一嘴呗？陈国军坐在沙发上烦躁的挠挠头，对叶凡，他其实并不反感，至少对于这个人他是不反感的。但加上女婿这个身份后，他就怎么看叶凡怎么不顺眼了。没错，他针对的不是叶凡这个人，而是所有接近他女儿的雄性生物。但陈嘉欣并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，让见色起意的男生们远离他是好事。唯一一点不好的就是交朋友的机会也少了，20几年了，能敞开心扉聊天的闺蜜也就一个。而另一边，陈嘉欣却遇到了一点小麻烦。先前说的那位朋友，现在稍微有点小生气，陈嘉欣欲哭无泪啊。怎么办？叶凡，我好像死定了。陈嘉欣，老娘上飞机了，我下飞机前要是没看到完美的解释，你就给我等死吧。也就是说，你的闺蜜正从京城坐飞机回来，要问你和我领结婚证的事情。而你和我领结婚证的主要目的，还是为了应付父母的催促，所以你想好该怎么跟她解释了吗？说到这个，陈嘉欣又低下了头。我原本是打算喜欢上你了，再去和他说的。早上朋友圈发的太着急了，忘记屏蔽他了。叶凡深吸一口气，捂着剧烈跳动的心脏，好半晌他才平静下来。好险，差点被一句话清空血槽了。他什么时候能到？大概明天晚上。那正好邀请他和叔叔阿姨一起吃顿饭吧，也省得我们再解释一遍。也只能这么办了。我也该走了，今晚的饭菜很好吃。谢谢，有机会我再做给你吃。别忘了明天早上8点，新兴广场集合呀。放心。目送陈嘉欣上车后，叶凡重新回到家中。他将一间客房改造为游戏房，与外部的朴素对比起来颇显奢华。房间内配备了包括电脑、PS5 等市面上的游戏设备一应俱全。他可以不玩，但不能没有，也算是暴富之后的一次报复性消费吧。叶凡找负责编辑的4月聊起关于改编的问题，4月激动的不行。老大，你总算愿意谈改编的事了吗？有星海公司的吗？有的，他们是想改编动漫，但星海公司是苏城兴起的公司，由他们来改编炎帝，会不会有些冒险？那就这样，在合同里加一句，我会去亲自监督，只有得到我的认可，才能发布，怎么样？
行，我去安排。一想到这件事定下来后，自己就不用忙东忙西，一天到晚接电话了，他就止不住的开心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奖金什么的，杂七杂八加起来一算，起码有6位数。4月猛地坐起身，从床上爬起来，准备去公司加个班。紫金大大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把合同弄出来给您过目。倒也不必这么着急。见他这么激动，叶凡选择了尊重。他打开手机给陈嘉欣发了个 OK， 对方没有回应，应该是还在开车。搞定完改编仪式，叶凡又给老妈打去电话。妈，你还没睡？呵呵，儿子一声不吭的结婚，我怎么睡得着？咱不都说好这件事过去了吗？上午还好好的，怎么一到晚上就变成这样了？哼！陈母冷哼一声，他和老陈分析了一天，陈嘉欣这么有钱，会是那种见一面就去领证的人吗？总觉得儿子骗人的可能性比较大。说吧，找我干什么？妈，我就不能是想你了吗？你再说废话我就挂了呀。叔叔阿姨说等你们来了，想大家一起坐下来吃顿饭啊，正好也能和亲家聊聊2个孩子的事情。你俩能继续过日子当然是最好的，但如果说亲家感觉耽误了人家女儿，咱也不纠缠，该理理，下一个更好。是啊，儿子，咱不受那委屈，豪门又怎么样？我儿子就是最棒的。老爸老妈，我很感谢你们能这么为我着想，但那些肥皂剧你俩以后还是少看点吧。男人在黑修时发现一件奇怪的事，明明对象有一个舔狗舔了他7年，现在却突然将他给拉黑了。你是说叶凡拉黑你？那家伙可是版本第1沸羊羊啊，怎么可能舍得拉黑美羊羊的电话？郭月儿当着他的面又给叶凡打了个电话，熟悉的正在通话中传来。是。万永旺沉默了，他想起自己在陈嘉欣面前夸下海口的样子。之前他总能利用郭月儿去找叶凡帮忙，从他这个艺术大学优秀毕业生手上薅羊毛，什么动画创意啊、角色细化的项目之类的，只要万永旺在郭月儿面前假装演个加班头疼的戏，郭月儿就心疼的不行，二话不说就让叶凡帮忙，然后他和郭月儿嘿嘿哈哈，第2天就能收到完美的项目角色。现在得知叶凡将郭月儿拉黑，自己答应陈嘉欣能联系上炎帝小说作者的事也黄了，脑子一片混乱的万永旺选择了逃避，将一切都发泄在了郭月儿身上。第2天一大早，叶凡将4月加班的合同核对好，确定没问题后，洗漱一番便匆匆打车直奔星星广场。小伙子，你知道吗？据说这个广场是苏城首富为了他的女儿买东西方便特意建的，哪知道一不小心就火起来了，成为了苏城的地标性建筑。这么离谱？不懂了吧？新兴广场这个名字都是用的人家首富女儿的小名字，有钱人的世界都是你我想象不到的。想倒是能想一下。小伙子，骗我可以，别骗了自己。叶凡嘿嘿一笑，不做回应。不过广场早上9点开门，现在才6点半，你去的是不是有点早了？啊！半小时后，叶凡抵达位于市中心的星星广场。如司机大叔所说，偌大广场一位客人都没有，这个点能来这里的只有那些生活所迫的打工人罢了。当然，还有叶凡这个被女人冲昏头脑的家伙。还好我们的 KFC 同志是24小时营业。叶凡进店找了个位置坐下，给陈嘉欣发了个早安后扫码点单。早上好，吃饭了吗？叶凡将自己点的套餐截图发了过去，后面跟了个表情包。KFC 啊，我也想吃。你在哪呢？星星广场。才刚起床的陈嘉欣还以为是自己起床迟了，瞬间就精神了。他连忙看了眼时间，7点出头。你怎么这么早就过去了？想吃 KFC 了，过来尝尝这里的早餐。叶凡哪好意思说是自己太过激动，醒了时间都没看就出门了。你说的我都馋了，给我也买一份。说完，陈嘉欣对着楼下的阿姨喊了一句：“徐姨，不用准备早餐了，我出去吃。”好。5分钟后，收拾好还化了点淡妆的陈嘉欣，随便套了身休闲装就出门了。他家就在星星广场对面，过个斑马线就能到。叶凡将所有的套餐都点了一份，结果套餐还没来，陈嘉欣却先到了。这么快？我家就住对面。原来如此。叶凡看了眼对面的高档小区，没记错的话好像是2W 多1平方。富婆实锤了。你平时都起这么早吗？我有晨跑的习惯，平时也在坚持锻炼。重生后的叶凡深知健康的重要性，一直保持着健身的习惯。哦，还有惊喜！陈嘉欣眼睛一亮，看向叶凡的肚子。那你有腹肌吗？真的吗？我能不能摸摸看？他时不时就能听到秘书团们讨论帅哥的腹肌手感有多好什么的，就连闺蜜也时常和他念叨年下小奶狗有多香之类的话。之前对这些话都不是特别在意，但现在她自己有老公了呀。摸一下没问题吧？可以啊。叶凡说着就想撩衣服，却被陈嘉欣一把扯下。他俏脸通红的看了看四周。你干什么呢？你不是说要摸摸看吗？叶凡的声音带着些许笑意。陈嘉欣说的时候没感觉，要上手了反而知道害羞了。他凑到陈嘉欣耳边，还是说你舍不得给别人看？被戳穿的陈嘉欣狠狠地瞪了眼叶凡，在别人看来杀伤力极强的瞪眼，到了叶凡这却是越看越可爱。等回家了再收拾你。另一边的万永旺正急得团团转，他想联系小说《炎帝》的作者，其实也就是穿越后的叶凡。叶凡低调隐藏《炎帝》作者的马甲，以普通网文写手的身份低调示人。可万永旺知道，现在自己身边只有叶凡是和作者圈子有关系的人，况且叶凡还是自己女友的舔狗，之前就利用过他几次，谁知道叶凡却把他拉黑了。万永旺此刻正郁闷至极，
突然，手机收到炎帝编辑部的信息，请问您是星海公司的代表对吗？我是来和您聊炎帝改编动漫一事的，合同已经发您邮箱了，请接收。昨天万永旺应下这件事后，第一时间就给4月发了个邮箱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喜悦，万永旺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，但他还没忘记回了个好。静候佳音。老公，我和春娇说好了，让他先去新兴广场等我们，就吃之前那家日料店，可以吗？你俩去吃吧，我要去趟公司。郭月儿虽然不解他的突然变卦，但还是没有问为什么。那我还要问叶凡住哪吗？随便。说着，万永旺一脚油门就走了。郭月儿想着让他顺路载他一程，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，无奈只能给吕春娇打电话，过来接我一下。怎么可能？他这么爱你，平时他缺你过零花钱吗？而且他还不限制你的出行，你只要报备了，想去哪玩去哪玩。这样的模范男友，打着灯笼都难找，好吧？那为什么我让他娶我？他不是转移话题，就是不说话。吕春娇眼神复杂的看着郭月儿，内心深深的叹了口气。你当初傍上他的时候，真是冲着爱情去的。有钱了你又渴望爱了，年轻的少女哟，这不过是一场名正言顺的皮肉交易罢了。你现在不趁着年轻多捞点，就你这智商，以后该怎么办啊？吕春娇心里门清，也知道郭月儿心里清楚，只是不愿承认，但她嘴上肯定是不能这么说的。他只是忙，等他过段时间空下来了，你再去问问，说不定答案就变了呢。好了，今天我请客，你敞开了吃，把郁闷都发泄出去。吕春娇连忙安慰。到了新兴广场，吕春娇扶着郭月儿下车，走吧，我的大小姐，我订了2个套餐，今天保管你吃到饱。郭月儿声音还有点沉闷，但至少已经不哭了。两人结伴朝着正在开门的商城走去。与此同时，陈嘉欣正兴致勃勃拉着叶凡走进一家男装店。这件，还有这件都拿过来试试。好的。等一下，这逛得好好的，怎么就变成给我买衣服了呢？等逛完这家店，就帮你去挑我父母的礼物。就逛2家，逛完我绝对去买。叶凡又信了，这已经是第5家最后一家店了。但陈嘉欣根本停不下来，她发现给自己老公买东西，似乎比给自己买要少多了。陈嘉欣给叶凡准备的是一整套西装，叶凡费了点功夫才穿好。此刻的他看了眼镜子，怪不得人家都说人靠衣装呢。这10几万一件的衣服穿在身上能不好吗？就是动作幅度不敢太大，生怕扯到了衣服。叶凡还没好吗？陈嘉欣趁着叶凡换衣服的功夫，又给他挑了好几套。好了。温柔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陈嘉欣转头看去，都说衣服衬人，但有些人就算穿再贵的衣服，也掩盖不了其暴发户般的气质。而叶凡又有所不同，陈嘉欣也不知道叶凡是从哪练出来的气质，她只是知道老公穿这一身衣服真好看。叶凡好久没穿西装了，扯了扯系得有点紧的领带。这咽口水的声音是哪来的？嘉欣，你是饿了吗？我饿了。陈嘉欣回过神来，暗骂自己没出息。又不是没见过别人穿西装，怎么还能看入迷了呢？走吧，我们去吃饭。行，那我去换回来。不用，就这样就行。陈嘉欣此刻想要炫耀老公的心情到达了顶峰。我要的就是斯文败类。陈嘉欣从一堆手提袋中找出给叶凡买的皮鞋，又带着他去买了一块贵到叶凡想供起来的手表。黑卡轻轻一刷，叶凡1个月的稿费又出去了。曾经的他觉得有钱人的生活实在是太奢靡颓废了，令人唾弃。现在的他同样奢靡颓废到令人唾弃。这家日料我吃过好几次了，味道还不错。那就吃这家。叶凡大手一挥，决定今天的午饭就在这吃了。刚坐下，陈嘉欣就被不远处的桌子弄出来的动静吸引了目光。2个女孩子在那自拍，各种调整角度、修图，互相发给对方检查过后，挑挑拣拣凑了个9宫格出来。做完这一切，他们才开始用餐。现在的女孩子吃饭可真麻烦。叶凡注意到陈嘉欣的目光，转头看过去，正好与吕春娇四目相对。怎么出门吃个饭都能遇到这家伙？吕春娇起初还没认出叶凡，因为叶凡身上穿的衣服、戴的手表都不应该是她印象中的叶凡该有的东西。但看到叶凡皱眉后，她突然就觉得这张脸有点熟悉了。叶凡，你突然叫他干什么？不是，我好像看见叶凡了。你看，真的好像啊。和吕春娇不同，哪怕叶凡现在换了一身行头，穿上了平时他都不穿的衣服，郭月儿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。他这是在相亲。叶凡委屈的小调调说来就来，叶凡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哟，小情人。陈嘉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没想到吃饭前还能看到这样一场好戏。不是，我和他不熟，至少现在不熟了。我保证，我和他没有一点关系。没碰过，没牵过，更没睡过。他和郭月儿之间纯的不能再纯了。叶凡哥哥，你真的不要月儿了吗？听到这句话，叶凡头疼不已。然而让他更头疼的是面前这位笑盈盈的陈女士。虽然她依旧在微笑，但叶凡却感到了丝丝凉意。没有人喜欢自己的伴侣有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异性朋友，陈嘉欣当然也一样，但她选择给叶凡一个解释的机会。这家伙是我高中同学加大学同学，实话实说，我以前喜欢过他。现在呢？要不是你，我都打算回老家了。陈嘉欣点点头，对这个回答还算满意。旁边的郭月儿却炸了。叶凡，你什么意思？擅自把我拉黑也就算了，
现在还想一走了之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还把他拉黑了？两人都默契的没有理会身旁这个发疯的女人，看着她歇斯底里的样子，陈嘉欣的心情又好了一分。都断绝关系了，我还留着他干什么？说完，叶凡顿了顿，感觉这样说有些不妥。我和他最多就算一个老乡，别的什么关系都没有。店长第一时间带了店员过来，想要将闹事的郭月儿拉走。郭月儿也不挣扎，就这么泪眼朦胧的看着叶凡，默默吃瓜的围观群众们，结合叶凡的衣着，脑子里瞬间就脑补出了一大堆不可描述的剧情。更有几个热心的妹子已经举起手机开始拍视频了。姐妹，不要怕，我们永远站在你这边，渣男不得好死。姐姐，他都这样了，你还打算坐在那吗？吕春娇本打算装不认识的，她也没想到郭月儿的反应能这么大呀。但看着越来越多的人为郭月儿出声，她知道自己该站出来了。你们是和他一伙的吗？这是心虚了，不敢让这个渣男把话说清。就是。此话一出，引起不少附和。店长也为难的看向了陈嘉欣。陈小姐，放开他吧，不把话说开，还以为我们要怎么他呢？好脸。店长松了口气，殊不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已有取死之道。叶凡来到郭月儿面前，眼里尽是不耐烦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叶凡哥哥，你别不要我好不好？停！叶凡懒得再和这个女人废话了。第一，你已经有一个谈了3年的男朋友了，所以请不要再纠缠我。我们只是老乡，也仅仅只是老乡 ，OK。第二，我现在已经结婚了，坐在那边的是我的夫人，请你别老说一些会引起她误会的话好吗？最后，我再强调一遍，我们早就没关系了，你再纠缠下去也没任何意义，能明白吗？说完，叶凡拉着吃瓜吃得正起劲的陈嘉欣离开了，留下一脸不可置信的郭月儿瘫坐在地。不可能，他说过会等我的，怎么可能会结婚呢？他一定是在骗我。离开日料店后，叶凡还想解释，陈嘉欣连忙抬手，不说了，回家。啊，不吃饭了吗？陈嘉欣说着说着就来气了，她瞪了叶凡一眼，回家吃。你在路上给我想想该怎么解释那个女人吧。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，陈嘉欣翘起2郎腿，气势全开审视着叶凡。以前年少无知，喜欢白莲花，长大了才知道姐姐好。而且在她交了男朋友后，我就没有再理过她了，我把她一切联系方式都给删了。叶凡坐到陈嘉欣身边，眼巴巴地看着她。现在我整个人都是姐姐的。这话一出口，叶凡自己都觉得肉麻，但效果却是喜人的。陈嘉欣的脖梗肉眼可见的红了起来。这个男人，他居然利用自己的美色，真的以为我会被美色所误导吗？他以为我平时见的帅哥很少吗？这一款的确实不多。我余生的深情只会给你一个人，原谅我好吗？闻言，陈嘉欣深吸一口气，挪动屁股远离叶凡，下不为例。还有，你别再靠近我了，我饿了，你去给我煮点饭。好。两人再次恢复了之前的相处状态。另一边的吕春娇就不是这么好受了。月儿，我们要不还是先回去吧？叶凡说不定是去他老婆家不回来了呢。不可能，叶凡哥哥不可能娶别的女人的，他说过会等我的。吕春娇翻了个白眼，要不是老娘的工作在你男朋友手里握着，我能陪你在这又臭又脏的楼道里待着。唉，有道理，所以说不定这只是一场戏。哎，你想啊，叶凡这么喜欢你，今天说不定他就是从哪打听到了你在日料店的消息，然后雇了个人赶了过去，为的就是刺激你，让你回心转意，还花重金租了一套衣服。你还记得他身上那套西装吗？我刚刚查了，一整套下来要15万，一辆车啊！你觉得叶凡那个穷鬼他穿得起？真的？我骗你干什么？吕春娇说着说着自己都信了，毕竟她是真的不相信叶凡这家伙能翻身。他怎么这么傻呀？花这么多钱？是啊，我知道你现在很想见他，想问清楚刚刚到底是什么情况，但现在确实不是那么合适，对吧？郭月儿看着自己那哭花了的脸，下意识用手挡住。先回去，我们下次再来。他又不可能跑了，不是吗？春娇，你有口罩吗？给你，谢谢。我们走吧。郭月儿戴着口罩捂着脸，跟逃似的逃离了叶凡的小区。他们前脚刚走，叶凡和陈嘉欣后脚就来了。陈嘉欣是个雷厉风行的女人，既然说要搬家，那就没必要等明天。你指挥他们搬？行。叶凡的东西不算多，1个小时不到就搬完了，很快就回到陈嘉欣的大平层。陈嘉欣示意叶凡自己挑一个房间。我平常住在2楼。我懂，2楼都是你的地盘，我不要踏足，对吧？平时少看点小说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想的话，可以用我隔壁的那个房间，里面有充足的空间来放你这些小玩意。好。等两人将房间收拾完毕，陈嘉欣瘫坐在沙发上，仰头看着天花板。他没想到装一台电脑能这么累。看着逐渐流逝的时间，他总觉得自己似乎忘记了什么事情。算了，到时候想起来再说。要喝牛奶吗？要。此时苏城机场，一位身高腿长、穿着火辣、戴着一副有他半边脸大的蛤蟆镜的美女，正不耐烦地将来搭讪的男人骂走。陈嘉欣，你这个王八蛋！